乾隆皇帝为什么要给鳌拜平反呢？说起康熙大帝，自然会想到他的历史功绩，比如秦鳌拜平定三藩、三征准噶尔收台湾等等。康熙皇帝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治秦鳌拜。但鳌拜如果真的是金庸的小说《鹿鼎记》中写的那样，为什么后来的乾隆皇帝要为鳌拜平反呢？要知道，乾隆皇帝是康熙最喜爱的孙子，乾隆也总是以他的爷爷为榜样。那乾隆此举不等于打爷爷的脸吗？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解密鳌拜的历史真相。鳌拜出生于公元1610年，他的叔叔是后金五功臣之一瓜尔贵费英东，他是清朝之初当之无愧的开国功臣。顺治皇帝临终前，为儿子选了4个辅政大臣，分别是索尼、鄂必隆、苏克沙哈和鳌拜。索尼老了身体不好，鄂必隆性情温和，佐克沙哈有历史污点。相比之下，鳌拜自然就成了首辅。随着权势的增长，身边自然会多了很多趋炎附势的小人。再加上满清入关之后，慢慢的就开始了贪图享乐，鳌拜就逐渐变得骄横跋扈。而康熙皇帝年轻气盛，自然是不愿意受制于他的。所以在公元1669年，康熙皇帝在鳌拜进宫时，用了一群摔跤少年将鳌拜擒获。康熙感念鳌拜毕竟是3朝老臣了，不忍心杀他，就将他革职幽禁。不久之后，鳌拜就在狱中死去了。可是在康熙52年，年老的康熙皇帝为鳌拜平冤昭雪。雍正5年，雍正帝追封鳌拜为1等公。乾隆45年，乾隆帝下旨停了鳌拜公爵，让他起1等男爵。爷孙3代给了鳌拜3种平凡。康熙皇帝主要是念及鳌拜3朝旧臣的功劳，没有否认他的过失，因为康熙是当事人，是经历者，他不会忘记这一点。雍正帝是最彻底的平反了鳌拜，完全恢复了鳌拜的名誉和待遇。他不顾一切地违背父亲的意愿，为鳌拜辩护。主要是雍正帝即位之初，政治环境不稳定，反对势力太多。雍正帝希望借此机会树立一个忠臣的标杆，来震慑那些反对势力。而乾隆皇帝平反鳌拜，很简单，相当于推翻雍正帝的决定，回到祖父的判决。总之，功是功，过是过，功过不能相比。乾隆皇帝如此平凡也不难理解，一是乾隆皇帝是他爷爷康熙帝的粉丝，为政行事处处向祖父学习，这种事情当然不会违背爷爷的意见。二是乾隆13年之后，清朝进入鼎盛时期，到了乾隆39年，清朝实际已经出现了衰落迹象。当年山东爆发的清水教，清军军备松懈，导致暴乱持续了1个月才被镇压。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，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不匹配，民间越来越动荡。乾隆皇帝年纪大了，没有了当年的魄力，他想着利用对鳌拜的惩罚，为大臣和皇室们敲响警钟，也震慑一下不安分的民间势力。此举可谓是一举两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